新加坡开埠以来，岁月匆匆，许多历史没来得及好好记录下来，所幸民间不乏有心人，默默拾起时光遗落的老物件。红包对华人社群有着重要意义，不论是农历新年还是华人婚礼，包红包、送红包不仅代表美好的祝福，也是华人文化的一种传承。小小的红色纸封传递着一代又一代的温情，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同年代都有各自时代特色的红包封，有的收藏家会细心分类红包封，把它们整理成册；有的艺术家则发挥巧思，把这些传统纸制品转化为新的艺术作品。31岁的 Toby 是新加坡小有名气的视觉艺术家，他的壁画与装置艺术作品结合了亚洲传统文化和现代元素，风格非常鲜明。此外，Toby在数码平面设计方面也有涉猎。2022年，他曾为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设计一套虎年红包封。他将连同文史研究者李国良带我们回顾红包封背后的点滴。从以前用红包纸来包红包，到今天红包封真的是非常的精美。我们可以通过红包封来看整个新加坡社会的演变。60年的时候，我们的红包封是很简单的、很朴素的。那么红包封小小就放一些银角然后到了7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开始发展起来，那些商家也开始进场设计自己的红包封。到了80年代，我们经济腾飞，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红包封变得很大，可以放10块钱或者更大张的钞票，对吧？那到90年代跟2000年代的时候呢，设计非常的多样化，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也就是你可以进场的时候了。对对对。Toby 很好奇，在新加坡的某个角落，是否有人在收藏这些不同年代、不同设计的红包封。这天，他约了红包封收藏家傅雅比和王美丽一起聊聊红包的故事。这6张一组，这还是6张一组。这是大鱼这是刚那是做鱼的啦，刚那是古拜做鱼的。Hello 啊，打你招呼了。好了，拜年，好了，拜年，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他今天就说你要过来，他有跟你讲？有，然后我就这样想说。你来参观啊？参观，来来。这都这是50岁的，50岁这是地图，刚才是做景观，做这个画画还能留起做纪念咯。这无了，无了几百套了。卖就能卖就无了。哥，我问你，这里嘞？这里这老好的，我是去这大埔老人家业店家的。这里是我做的。你做的。我画的这些。哇，你是我真水的，我讲出真水啊！哇，你讲好看，我很高兴。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以12生肖为主题的红包封是农历新年最常见的设计。12年前的生肖，同样一条蛇，可是我们就可以很多变化。对，对于收藏者也是蛮有趣的，每年可以收一个新的设计。对的，所以你看这头蛇就跟刚才的蛇不一样嘛，对，比较传统啦。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红包封呢，还有一种复古的味道。你看到吗？我们已经很久没看到恭喜发财啦、大吉大利啦、四季平安啦、心想事成这些祝福语，是我们很传统的一种祝福语啊。不过现在复古了，又回来了多比啊，你自己有设计红包封吗？有啊，来就在这里。那这些老虎是我画的，因为我是插画家。可是这些书法字呢，不是我写的是谁写的？杨昌泰。杨昌泰，对，跟他一起合作，对，一起画。
所以12生肖最好就是它可以不断的随着时代的转变而转变。这种动物呢，生肖的设计呢，也可以很多样化，就跟着设计师的想法去走。每年设计师都在绞尽脑汁，希望做出别有新意的红包风。收藏家简单的爱好，逐渐成为一辈子的坚持。迄阵就兴趣咯，就收这红包，拢收起安尼款咯。收这红包，搁免开类，去行着，去甲人行着，有诶去有人行。你朋友，有甲朋友去德生桥看人咧卖吼，我就该买咯。我看到物件，我就去买转来，愈买愈多。无想讲25年呢，买甲规件诶红包，你看当然爱找新红包，嘛分有。阿姨呢？你记得你第一个收到的红包是什么？记得我第一个收到的是我的祖母给我的，第一个红包。那时候我应该是8岁9岁左右，我就很喜欢那个红包，不懂为什么就很喜欢那个红包，就收起来。然后后来开始就收集，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收藏在我的那个铅笔盒下面，越收越多，然后就变成从一个铅笔盒里面有铅笔，到铅笔盒没铅笔。然后全部都是红包，然后就一个盒子。安哥，你有这样多有哪一些是最有意义的？最有意义就是40年代的东西咯。百比无人爱收咧。当今的年少年人拢爱收水的，百比无利好啦。当今无人爱，当今人个你袂起人，我爱，无你也会知我送你一张。一帆风顺。一帆风顺是普遍的祝福语。早期红包封上常见的帆船图案，究竟代表着什么呢？以前我们的先民呢，就是坐这种帆船，从中国来到新加坡，路途很遥远，大风大浪，所以我们都很希望能够一帆风顺。60年代的红包风小巧而朴素，色彩鲜艳的插图，保留了新加坡早期华人文化的历史风采。多比，你看这一个红包风就很特别，福禄寿全。那60年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有福啦，福气，有禄有钱嘛，有寿就是长寿。我们今天新加坡人都比较长寿了，80多岁、90多岁都有，对吗？可是那个年代50多岁就去世了，所以大家希望拿了公积金之后呢，有时间可以去花，对吧？所以就福禄寿全。明白。对，你看这些华人商店呢，他们后来也开始要抢生意嘛，所以也会自己制造红包风来推出来市场，给顾客啦。对的。还有地址，还有号码。对，就去那边买入公司嘛。你看这个是6位数了，就是70年代出了。那你看这个福旁边围着什么？金色是双喜啊。对了你看它还有很多双喜，很双喜临门哦。所以这个红包风不只是新年，结婚用的呢，也可以用这个红包风，很多用处啦，这样。对了。这2个红包风就是崇侨银行，听过吗？没有听过因为它已经倒闭了，被收购了，被收购了。对，这个红包风上面，它还会告诉大家要及时储蓄。2个小孩子，你看这些小铺满，你看到吗？这就是银行给我们小朋友的铺满。我也有一个，我的铺满是一只大象。大象，对的。庄家银行伊有出3张咧，3张有1张无得找的。就刚刚好，我去德生桥看到，我该买的，我欢喜啊！不会卖？没有卖，无当卖一张，无当卖，你卖去就无了。真该我说的，我唔知找几年才找几年。由华商创办的银行，在红包文化的传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逢农历新年，银行门前总会排起长龙，大家早早来排队，为的是领取新钞和收集不同设计的红包封。那时候我出来工作，公司就说你需要开个户口，然后隔壁
就有一个达利银行，就在那边就开了一个户口，就给我一封那个红包。比较早期的这些红包封啊，60年代初，你看到他所用的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红包封，然后就印上金字，还要自己涂浆糊，再把它连起来的对。你看这个是 OUB， 也就是华联银行的红包封啊。那么你还有储蓄吗？在里头？里头应该没有了吧？是OUB 已经被 UOB 收购了。不过你可以看到这种红包封呢，它基本上还是保留着60年代那种色彩啦。第一就是红，第二呢就是印上这些金色的这些 Gold foil 啦。对的。现在都是用恭贺新喜比较多，比较少恭喜发财了因为大家的经济都比较富裕了日子比较好过了。对，来我们来比较一下比较小比较大就是钞票不一样嘛，对吗？对，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的整个市容。比较早期，中国银行是比较突出，就在河边OUB 呢，它旁边有河、有道路，还有很多比较矮小的建筑物，对吗？不过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建筑吗？没有了，都已经消失了。所以它也代表着新加坡在欣欣向荣，在不断的向前发展。追溯新加坡华资银行的红包文化发展历史，华侨银行的贡献占有一定的分量。Hello， 红包印刷工厂华荣设计的老板陈维华正准备把一批刚印好的红包封送去华侨银行，他约了 Kobe 一同前往。这位是 OCBC Bank 的梅萍。你好，你好，很高兴认识你。OCBC 那方面呢，你们每年就会设计一个新的红包。对。为什么每年要新的设计呢？新的一年嘛，新的开始，新的希望，新的吉祥。Alvin 帮我们合作这么多年，他是帮我们设计，他还有提供了这个对联。对联对 OCBC 来讲是很重要，因为我们都是要恭祝这些我们的顾客有一个好的兆头，好的开始。比如说这个吉星高照，启祥光，然后这个是富地春风，万木荣，就是后面都是有山有水的意思。以前就是我手上这边拿的，就是50年开始，都是一半了，相差好大。在他的红包封的后面，他也是写了一些字，就是开户华侨，安全储蓄，新春纳福，万事如意。他16字里面充满的都是满满的祝福了。也许有一年，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他想要回到以前那种很简单回到初心的时候很简单，意义重大，很有祝福。古拜红包是纸的，用过红纸纸的，迄是真久的红包了。这差不多是50几年代，50几年代，加了就放位咯，放5块咯，安尼款啊。那么60年代那些红包，你知道，基本上就是银行还有一些特别的商家给了，所以我说它是富人的红包了。那么没有钱的就只好自己在外面买咯。可是到了70年代开始呢，就慢慢的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多的商行都会开始给红包封啦，包括银行啦，当然。红包封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演变，见证了新加坡社会的变迁，也封存了个人的珍贵记忆和情感。画家吴明全就巧妙地把这些元素融入他的画作中。对一般人来说，红包封是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但对88岁的吴明全而言，红包封具有更深的意义。我做绘画的那种理念就是我凭感觉来作画。这个红包来讲是我觉得感受很深我的太太收藏60多年的这个红包，给我一个灵感，就是怎么样把这个红包做成一张艺术品。
色本身，它有不同的那种很精细的变化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说我们讲华人的传统最喜欢红色，对不对？我们的红包，我们的炮竹，我们的灯笼，华人传统的服装，每个人都喜爱红色。红包来讲，对我来讲是很有一种感情的，比较现代，比较靠近我们生活的那些红包也是非常容易。所以呢，不一定是要经典的红包，什么红包我能够用，我就用上了。你刚才所讲也是有那些绿带就是马来同胞的那个哈利拉亚，绿带我是拿来用在这张作品上面。也是你太太收藏的。对。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都有很多华人嘛，但是他们过节日的习惯跟我们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讲肉回，他们没有肉回，但是呢，如果讲红包，大家都一样的，大家都有红包。四海之内皆兄弟，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红包文化的存在。时间带来变化，也让我们有机会从新的视角重新诠释传统。这2张作品就是在80年代的时候，我的创作就是利用宣纸跟墨跟一些纸箱来做的作品，2张不同的作品摆在一起，同样是拼贴，但是这张的拼贴是我在那个红包制作的过程剪下来的一些小张碎片呢，就完成这张作品。所以这个就比较摩登，这个就比较。因为你看红色里面还有很多是紫色跟那个粉红色，不只是一片红啦，要慢慢选。红包文化随着时代发展，也在不断改变。自2015年开始，新加坡48家文博机构在农历新年期间就推出红包风特别活动。这种红包风呢，就是每个博物馆呢就有它自己的一个特别设计所以如果你要收集全套，你就要跑几十间博物馆。有发烧友真的这样做的，他就一个个博物馆去跑，就一个个博物馆去拿。当时好像是一股热潮，每个人都在收集，然后我在想，这个东西可能蛮有趣的，所以我就想说，好吧，我就来一次。是挺累的，因为在那个过程里面，你要跑好多个地方，然后你要在1个月里面完成。其实我觉得有趣的，我喜欢Prof叔说的那边就讲说新加坡的历史，就日本侵略的时候，让你觉得说当时应该是很辛苦的那个阶段，新加坡的历史里面。我们过年过节可以听到炮竹声，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炮竹。失去了这个炮竹，当然是减少一点气氛了。红包的仪式也是一样，慢慢的消失。这个是社会发展必然的现象，我们也没有办法阻止。到了21世纪，电子红包越来越受到新世代青睐，纸质红包风又将何去何从？电子红包是来讲是少年这好声较会晓，反比我这袂晓。你看我头前头放了1包，反比我不晓用，因为这红包夹个伊讲这是讲夹个放入安尼互你快过长大安尼安尼款。咱这过年是安怎爱用这红包呢？这你看伊红包拢安怎互囡仔快乐长大伊就是讲好来世，有来世嘛安尼款所以讲伊文人讲伊这红包的取消，唔通取消，因为
有好声人袂晓用，叫我看啊，是着用旧款的红包。对啦。啊，因为各有来时的。哥高兴。 OK， 感恩感谢，感谢，拜拜。在岁月长河中，与时俱进，在所难免。但红包风里那份温情与记忆，依然会代代相传。